据外媒海军新闻近日披露表示，中共正在广州造船厂建造一种新型的登陆驳船，其特殊设计在于船头配备一种超长的栈桥，能够在战场上越过沙滩障碍，将重型坦克与车辆直接运送到目的地区域。这种设计被中共宣传为一项技术突破，甚至被认为是攻台战术的一次革命性的进步。但是呢，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新型登陆载具看似是创新，实则存在大量技术缺陷，根本无法满足战场的需求。首先就是这种驳船栈桥设计本身存在明显脆弱性。如此长的桥梁结构，虽然理论上可以越过沙滩地雷与障碍物，但在实战中却极易遭受攻击。台湾在海滩沿岸布置了包括地雷、钢刺猬等多种阻绝设施，即便中共军队能够将载具推进至登陆区域，也很难确保其桥梁在高强度战斗环境下稳定性。此外呢，这种设计使得整个船体目标更加显眼，即被台军部署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锁定并且摧毁。台湾拥有先进的反舰导弹系统，包括熊2、熊3导弹以及美国提供的鱼叉导弹。这些武器的精准打击能力已在多次演习中得到验证。一旦这种登陆载具靠近台湾海岸，其庞大体积和缓慢行动速度将使其成为活靶子，根本不可能完成预定的登陆任务。其次呢，这种新型载具虽然声称能跨越海滩障碍，但是却忽略台湾地形的特殊性。台湾西部虽然有部分沙滩地形适合登陆，但这些区域早已被布置为坚固的防御阵地，包括埋设地雷、修建战壕和部署反装甲武器等。任何登陆部队在接近台湾海岸时，都将面临极其严密的火力压制和复杂地形限制。中国军队新式登陆载具虽然速度稍快，但却无法绕过这些天然屏障。即便能够成功上岸，其运载的装甲车辆和步兵也会陷入台湾陆军的火力覆盖之下。那不仅如此，这种登陆载具还存在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现代战争当中，大规模运输坦克和重型装备需要极高的承载能力。这种新型驳船是否能够在高强度战场环境下持续使用，仍然存在疑问。此外呢，其设计中依赖的机械装置在复杂战场条件下可能因为受损而完全失效。那么一旦失去行动能力，这些驳船将成为海面上的固定靶标，被台军轻松摧毁。与中共的这些装备改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强大的防御能力和高效武器体系。近年以来，台湾从美国、日本等盟国引进多种先进的防御武器系统，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弹簧刀无人机和国造剑翔无人机等。这些武器对中共的大型登陆舰和新型驳船具有极强威胁性，尤其是海马斯系统，其高机动性和精准打击能力能够迅速锁定共军的登陆点，并且实施毁灭性打击。此外呢，台湾还部署大量远端制海导弹，其火力范围覆盖不仅限于台湾沿岸，更能延伸至台湾海峡中部，将共军任何试图突破封锁的企图都扼杀于海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共试图通过2栖登陆实现攻台的想法已经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需求。随着资讯化战争的兴起，2栖登陆这种传统战术在现代战场上的作用正在被逐渐削弱。以往2栖作战成功案例多基于敌我技术水平差距明显情况下，而如今呢，台海双方的军事技术水准差距并不显著，反而是台湾在某些关键领域占据了优势。比如说，台湾在无人机、导弹防御和战场资讯化系统上的发展，足以让共军在2栖登陆中举步维艰。此外，中共军队内部的体制问题进一步放大了其攻台的难度。中共军队长期以来深受腐败问题困扰，高层军官的选拔往往以政治忠诚作为标准，而非是其军事能力。这种用人机制导致军队作战能力大打折扣。许多军事演习不过是表面的工程，实战中战斗能力能否如预期一样发挥，始终是一个问号。同时呢，中共军队士气也相对低落，由于体制内种种压迫与不公平待遇，许多士兵仅仅将参军作为谋生的手段，而非真正的使命感所在。那么与之相比，台湾军队则拥有强烈的保家卫国意志，其士兵战斗意志远高于解放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联合遏制也为中共的攻台计划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一旦中共对台发动战争，美国、日本等盟国很可能立即出手。美军第7舰队长期部署在亚太地区，其航母打击群和潜艇部队完全可以在战时切断中共海上补给线。此外呢，日本近年来也大力增强了其国防能力，新成立的反两栖登陆部队专门针对中共的登陆威胁设计，将在战时协助台湾共同防御。而且经济方面的制裁也将是中共难以承受的后果。一旦中共挑起战争，西方国家必然对其实施全面的制裁，其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将迅速枯竭。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不仅无法维持长期战争，更可能因为国内经济崩溃而导致政权动荡。那么综合来看，中共军队实施对台两栖登陆的可能性极低，其所面临的技术、战术、体制和国际压力等多重挑战，决定了其攻台计划的失败。这场赌博式的战争只会让中共陷入更深的困境，成为其自取灭亡的开端。虽然是武功不行，但中共此前在渗透台湾方面一直做得得心应手。不过近期，台湾网红巴囧与闽南郎陈百元联手制作的反统战纪录片，揭开中共针对台湾及全球各地的统战手法的内幕，犹如一颗震撼弹，不仅让台湾民众迅速觉醒，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渗透行径的高度的关注。纪录片详细披露中共如何利用资金、人脉及威胁利诱等手段渗透台湾网红、政客及媒体，试图在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及选举中达成影响目标。这一曝光引发台湾政府及民间的强烈反应。为应对中共日益加剧的统战威胁，台湾大陆委员会在1月2号迅速出手，宣布暂停批准中国大陆媒体海峡导报及其隶属的福建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来台驻点。陆委会副主席兼发言人梁文杰表示，经过多方的评估，认定海峡导报长期进行具有统战性质的活动，因此决定未来不再批准新驻点记者来台。梁文杰强调，台湾政府欢迎正常新闻采访，但是绝不容忍媒体从事统战活动。他补充指出，目前该媒体驻点记者将1月23号完成任期，不会提前要求其离境，但后续不再批准新的轮替记者进驻。目前驻台中国大陆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厦门卫视、海峡导报和湖南广电共计8家，12名记者。针对台湾政府的最新决策，中共国台办迅速发表谴责声明，声称台湾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陆媒进行污名化，并指控台湾在两岸新闻交流上开倒车。然而台湾社会普遍支持陆委会的举措，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安全与新闻环境的重要步骤，对于抵御中共统战渗透具有重大意义。内政部则同步展开行动，宣布将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根据内政部掌握的证据，促统党核心成员多次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法律，并介入选举操作，干扰台湾选举公正性。内政部强调，促统党的行为已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解散该党是依法行政、维护民主法治的必要举措。巴囧与陈百元纪录片还记录大量惊人的内幕，其中包括台湾军官出卖军事情报的具体名单，内容长达数页，并首次曝光中共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特工活动名单。巴囧在1月1号新北青鸟活动中向公众表示，不要小看个人的力量，这是我们摄图日记团队及百元少数员工的努力成果。我们成功让海峡导报停止驻台，这证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一部分。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表示，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反感情绪达到新高，接近80%受访者对中共持负面态度，超过半数台湾人支持台湾未来走向独立，仅有1/4的人希望维持现状，选择统一的比例仅占1%多。这项调查显示，中共长期统战操作不仅未能削弱台湾人民对自主与自由的追求，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的珍视。台湾政府近期采取多方措施，展现强化国家安全与法治建设的决心。台北地方法院针对金华城案裁定羁押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等多名涉案人士，理由是其涉嫌重大贪腐案件，并可能存在逃亡与灭证的风险。
那么与此同时，内政部依法解除前南投县议员池许燕的公职，原因是其未依法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内政部强调，此举完全依法依规，并未剥夺外籍人士的参政权。八九与陈百元反统战纪录片已被外界视为全球反渗透行动的重要里程碑。该片在台湾掀起广泛的反响，并进一步唤醒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渗透行径的警觉。许多专家认为，台湾的经验将成为其他国家应对中共统战的宝贵借鉴，而中共政权的瓦解已成为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在国际反渗透浪潮当中，台湾正以其坚韧的民主价值为全球提供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见。